每次节庆的时候，我就会深深的思索人生三大难题，知道哪三大难题？就是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这样。脂漏性皮肤炎跟酒糟性皮肤炎对于饮食的部分确实有一些东西要注意哦，所以我们这集要来谈一谈，怎么样吃才不会让脂漏跟酒糟更恶化？医生，请问哪些饮食习惯容易诱发脂漏呢？第一个，我们知道，当你吃的很多的时候，一定会有高糖高油。那高糖高油的话，从糖尿病的角度来看，叫高 GI 值，就是容易引发那个胰岛素上升的值。这些东西它同时也会造成皮脂腺分泌增加。虽然我们在做肌肤监测的时候知道，如果你的毛孔是通畅的，皮脂腺增加并不会让你的皮细胞菌，不会让你的毛囊癌，也不会让你的青春痘更恶化。但是脂漏性皮肤炎的病人、酒糟病人，他其实毛囊是不通畅的，因此你会常常发现，如果你吃高糖高油的东西，你就容易恶化。想办法吃清淡一点吧。另外一个，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因为亲朋相聚嘛，过年过节，我们就会小酌一杯这样。事实上，酒精在这里头有两个很重要的角色哈。第一个角色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高 GI 值哈，酒精也算是高 GI 值的东西，特别是你在空腹跟饭后喝，酒精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就酒精本身的代谢过程中，它会增加肝脏的负担。那这样肝脏负担这件事情，会使你的整个皮肤的代谢产生一些问题。小酌基本上会出现皮脂腺增加问题，然后大酌可能会让你的皮肤整个受伤的更厉害，血液循环的问题更多。所以酒精也是一个我们在脂漏性皮肤炎跟酒糟患者跟敏感肌的时候，我们会尽量劝他减少的东西。另外还有一些过敏性的食物哈，像我当皮肤科住院医师的时候，我们老师就叫我们背过一些名词，讲那个荨麻疹，就香菇、竹笋、牛奶、花生、芒果、黄叶虾、牡蛎、蛤蜊、生蚝，你看我念得很好，对吧？还有含酒类的东西，这些东西的意思是说，当你吃的是像一些腊肉类的加工类的食物或者海鲜类的食物，它其实它的那个组织胺就 histamine 会很多，组织胺是引发体内过敏的来源。然后在荨麻疹的病人，它会引起你的荨麻疹，可是，在敏感肌跟酒糟这些脸本来就发红的人，它会使你的发红变得更恶化。所以一些加工食物、一些海鲜类，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经常食用，也容易造成这些问题。最后，我们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你已经很注意不要高糖高油了，你也很注意小酌不要大饮，对不对哈？然后你也很注意那些东西的量哈，这样对，你要注意量，好吧？不管任何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剂量为王，就是你的东西都吃得正确的，只要你的量太多，你还是容易造成一些身体的发炎现象。身体的发炎现象，我们有时候在治疗酒糟或敏感性肌肤或红斑性狼疮的案子我们会发现这些案子的体内发炎因素很高，就是各位也听过风湿性关节炎嘛？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相关的。如果一个体内有发炎的红斑性狼疮的人，一个体内有风湿性关炎的人，你可以预期他的皮肤发炎更厉害。因此，怎么样降低皮肤的发炎，怎么样降低身体的发炎指数，不要过量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那医生，请问要怎么吃才能改善脂漏皮肤炎呢？老生常谈，当然是吃清淡啦，多喝水啦，然后多运动，帮助皮肤的排泄然后吃新鲜蔬菜水果，补充一点维他命 B、维他命 C 可是你必须知道的是，这些饮食习惯只是第二把交椅，真正第一把交椅是你的皮肤必须健康。如果你的皮肤能够维持正常的代谢状况，吃这些东西会影响，可是影响不大。如果你的毛孔是塞住的，我告诉你，你就算吃的再清淡，只要你月经来，只要你熬夜，只要你发生什么事情，你还是一样会塞住，会长青春痘。任何东西会让你长青春痘，就会让你的脂漏变坏，让你的酒糟变坏。因此，这题的真正答案是一。请你维持正常的清洁。你要知道，你的洗面乳错了，你的防晒错了，你的一些行为错了，比你吃东西都重要。第二个，如果你把所有这些外在的事情都做对了，接下来请你吃清淡一点，多喝水，多运动，多吃新鲜蔬菜水果，这样子你的脂漏性皮肤炎比较不会发作。